我哥带我和他的女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未来嫂子见面。到家后我才发现，这个未来嫂子居然就是一直以为我家里是穷光蛋，一直看不起我的舍友谢晴。原来她一直炫耀的那个又高又帅又有钱的男朋友，就是我哥。而他前2天和他妈打电话，大声吆喝吃绝户的，就是我家。好家伙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你们看，我穿这条裙子去见我的准公公婆婆怎么样？谢晴手里拿这条裙子比划着，那是一条纯白色的长裙，端庄优雅，跟她往日性感的风格很是不符。哟，换风格了呀！另一位舍友刘淼随意敷衍了一句。那当然，我未婚夫可是个富二代，去见公公婆婆当然要穿的保守一点，才是一个好媳妇。你和你男朋友才交往1年，这么快就见家长了呀？你这种阶级的人才理解不了，富二代都是很抢手的，不早点定下来，剩下的都是软饭男，你就一辈子跟着他吃苦吧。刘淼默默地翻了个白眼。谢晴的男朋友在我们宿舍可是个熟人，因为谢晴每天晚上都要跟他妈视频，用的外放，两个人很大声地盘算着，怎么从男朋友手里要彩礼和房子车子，赶走男朋友的妹妹，最后霸占家业。甚至谢晴每次跟男朋友约会完，都要跟他妈自信满满的分享自己如何拿捏男人，离两人吃绝后的目标更进一步。谢晴换上了一条白裙子，在镜子前转了几圈，左右打量自己，不满意的撇了撇嘴，最后眼睛盯上屋桌上全新的香奈包包。她上前一步，一把拎起我的包，莹莹，你这个包借我背一下吧，我未婚夫是富二代，我想带个好包去撑撑场面。我皱了皱眉，伸手想要夺回我的包，却被他闪过，不行，这个是全新的，我今晚要和我哥女朋友吃饭，这个是礼物要送给他的。谢晴发了个白眼，毫不客气地说，说不定你跟女朋友根本不稀罕你呢，一般姑嫂的关系是最差的，你眼巴巴的送给他，还不如送给我，等我跟我未婚夫结婚了，也给你介绍我富二代，你只要抓牢了，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我双手抱胸，哪个富二代的眼光能看上他呀？父母都没见，未婚夫就含上了，谁知道是不是被杀猪盘了？既然你未婚夫那么有钱，你找他给你买一个呀，找我接算什么回事？该不会你未婚夫是个骗子吧？专骗你这些想要找富二代的，不然这么久也没见他送你什么礼物呀？谢晴涨红了脸，原本清理的脸也显现出几分狰狞，她手指指着我，大声吼道，你放屁，你个付钱的女人，家里有几个钱就以为了不起，我未婚夫可是住在晴庭院，那可是有名的别墅区，我的目标哪里是这几个包，等我嫁进去了，生了他们家长孙，要什么没有，眼皮子浅的贱人。我掏了掏耳朵，吵死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邻居，以后会有这样的儿媳妇，那整个小区怕是热闹了。我不想继续和他纠缠，冷声道，我数3个数，你再不放下我的包，我就报警了，反正这个包3万，你自己衡量吧。谢晴只好讪讪的放下，冷哼一声，家里有几个小钱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未婚夫可是富二代，我今天去见我准婆婆，我的见面礼肯定比这个包贵多了，等我跟我未婚夫结了婚，你这个包送给我的不要。我懒得理他，拿上我的东西就离开了宿舍。爸妈，我哥呢？不是今天要带我嫂子回来吗？我一回家看到满桌的菜，不由得打趣道，这么丰盛的菜，看来有了嫂子我以后要失宠了。我妈被我浮夸的表情逗得哈哈大笑，伸手把我拉到沙发上坐着，本来想在外面吃的，又害怕女孩子第一次见我们比较紧张，又是中秋节，想了想还是叫阿姨在家里做的丰盛一点。我抱着妈妈笑嘻嘻的拍着马屁，还是我妈想的周到。那我哥他们人呢？不是说好的6点半吗？我看了看手机，已经6点45了，第一次见家长就迟到，不由得感觉有点不舒服。我妈安抚的拍了拍我的手，可能节假日比较堵，再等等。又过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爸妈的脸色都有点不好看了，桌上封盛的菜也渐渐的没了热气，我有点忍不住气，正要打电话给我哥，看看究竟什么意思。这时门锁终于响了，我跟一进门连忙道歉，爸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路上车比较堵，耽误了时间，我心情有点不好，除非路上出了车祸，否则怎么都不应该迟到这么久，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看来这个嫂子有待考察呀。这是一个白色的身影走了进来，伴着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叔叔阿姨好。我是谢晴，阿言的未婚妻。我震惊的望过去，果然是那张熟悉的脸，这么狗血的剧情竟然被我碰上了，我舍友竟然就是我哥的女朋友。谢晴还是一圈，看见了我也是无比震惊的表情。我哥和爸妈看着我俩不正常的表情，我哥连帮问道，隐隐，你们认识我？我心里无语到了极点，感情谢晴天天嘴里被他拿捏的死死的冤大头，竟然是我哥，盘算着的也是我家的财产。只见谢晴流露出几分心虚的表情，我心里冷笑了几声，也不知道我哥这什么眼光，不过谢晴竟然撞到我手里来了，不得不摆摆小姑子的谱啊。我正要去道说出我们的关系时，谢晴连忙上前一步，挎着我的手，显得两人很亲密一样。阿言，这真是缘分啊，我是隐隐的舍友，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呀。我眉头一皱，正要扒开他的手，他的手紧紧地掐着我的胳膊，我哥却含含一笑，高兴地说，真的吗？没错，你跟莹莹是一个学校，真是缘分啊。而我爸妈吃惊中午，带着一丝担忧，毕竟我在家里没少跟他们提到谢晴和他的奇葩父母。对呀，我们俩的关系可好了呢。谢晴轻轻地靠在我身旁，朝着我哥娇媚的笑着。这时候我感觉有个东西可到我，低头一看，竟然是一个Coach的包包，包显然是新的，因为上面5斤的膜都没撕。想起他在宿舍里的表现，我心里一沉，该不会是他拉着我哥去买包，才迟到了这么久吧？我心中更加生气，一把抓住谢晴的手臂，表面上笑嘻嘻的问道，谢晴，你这个包好漂亮啊，之前怎么没见你背过？谢晴眼睛一亮，好像要一雪前耻，抬起下巴，用娇滴滴的语气说，
对呀，是刚刚阿言带我去买的，好看吧？我在心里不由得冷笑，看见我爸妈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，感情迟到是为了买包，爸妈。他接过我哥口中谢晴买的礼品，更气不打一处来，也不指望他第一次见面带什么贵重礼物，但也不能带几个烂苹果呀。谢晴收起了贪婪打量我们家的眼神，低着头，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。叔叔阿姨，我还是个学生，没什么经济来源，这是我老家的苹果，没有打农药，吃着放心。爸妈看出我的脸色不对劲，连忙打着圆枕，收下了那个苹果，快来吃饭吧，菜都快凉了。众人入座，饭桌上，谢晴挨着我哥坐，一直用娇滴滴的声音，只是我哥帮他夹菜，明明我家的饭桌特意弄了转盘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夹不到菜。我妈和我对视了一眼，开了口，小晴呀，你家是哪儿的呀？谢晴急忙牵起了我哥的手，低着头低声说道，我家是农村的，父母都是农民，没有兄弟。说完一层泪流了下来，而我皱起了眉头。谢晴在宿舍里明明说过她有一个亲弟弟，为什么现在又说没有呢？谢晴突如其来的眼泪，我妈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是冒犯了她啊。谢晴哽咽道，阿姨，我家里条件不好，但是我和阿言是真心相爱，求您同意我们。我默默地翻了白眼，我妈还没说什么呢，她以为豪门都像电视剧里演的吗？我妈往后一靠，温柔地笑了笑，说道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又不管小年轻的事，你们两个相互喜欢，就好好相处着。听到我妈这话，我哥感动得点了点头，谢晴也羞红了脸，凄凄哀哀地说道，我们的结婚女方都要彩礼的，阿姨您看多少合适呢？这么藏不住狐狸尾巴呀。我双手托色，大概是我妈温柔样子，让她忘记了，还我这个天天在宿舍里听她大声跟她妈密谋的舍友。我连她和她妈说好的彩礼价都知道，他们想要100万，除此之外还要我家一套大平层和1辆。我妈一副惊讶的样子，回道，这个你应该跟阿言商量呀，阿言说了，结婚都靠他自己，不要我们的钱。我哥点了点头，握紧谢晴的手，晴晴，虽然我工资不高，但还是有点积蓄的，那些就当你的彩礼。谢晴一听这话，瞬间都急了，阿言哪有多少积蓄啊，最多就是几万，我父母养我这么大不容易，以我的学历和外貌，彩礼要100万不过分吧。我没多少积蓄是真的，因为我哥也才工作2年，是个公务员，工资也不高，但是我家还是给他准备了婚房和车，但是看到准嫂子是谢晴，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可能说出来的。我哥深情地望着谢晴，表白道，晴晴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谢晴长红了脸，几乎想要发作，但是看到了我爸妈难看的脸色，还是忍得下来，又转向我，英英，我还没来过你家呢，能去你房间看看吗？我正想拒绝，看见了我妈暗示的目光，只能答应下来，领着她向我房间走去。我家是一栋5层的别墅，我一个人住在第3层，只见一离开我哥的视线范围，谢晴就原形毕露。没想到呀，我竟然是你的嫂子。谢晴毫不客气地走进我的房间，看见了我的专属衣帽间，马上尖叫起来，你竟然有一屋子的衣服包包，还都是奢侈品。她瞪大了双眼，一脸的她。冠兰快步走进我的衣帽间，开始挑起衣服。等我嫁给你哥，我就是这种别墅的主人，我也要一个这样的衣帽间，不要比你还大。你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珠宝。他打开了我放珠宝的柜子，拿起我的各种项链、手链挂在身上。隐隐，你不是准备了一个香奈的包包给我吗？没想到啊，你不借给我，结果反而要送给我，还不快拿出来？我看这几款珠宝都挺适合我的，也都一起送我了吧。反正我们也不是外人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有的我自然也要有，更何况等我生下你们家长孙，我就是这家的女主人，到时候你再巴结我也没有用了。我一脸嘲讽的靠在门口开口道，你做梦，我的东西是不会送给你的，你以后也不会住进来，你忘了等你和我哥结婚就要出去自立门户，跟我家有什么关系？谢晴怒瞪着我，他被我哥听到，连忙压低了声音，你做梦哪家儿子不是继承家业的？你就是嫉妒你哥，因为你是个没有用的女儿，你就故意过来吓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想法？我懒得搭理他，转身就走，因为这回我爸妈就在跟我哥强调，如果我哥执意跟谢晴结婚，家里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，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，我哥是肯定答应的。不知道谢晴到时候这么想的，终于送走了我哥和谢晴。临走的时候，谢晴百般暗示我妈的见面礼，最后我妈实在摸不开面子，给了她个红包。我回到房间，正打算洗个澡时，却发现被谢晴翻得乱七八糟的首饰柜里少了一条蓝宝石项链，那可是我18岁的礼物。我连忙告诉爸妈，妈妈忧心忡忡地问道，隐隐，你确定是他拿的？我确定，因为我看着他拿在手里看，他还找我要，我没给他。等我回去的时候就不见了，我还特意叫阿姨帮我找了好几遍。妈妈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自家傻儿子给自己看上这样一块媳妇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那条项链是我18岁时爷爷送的礼物，上面镶嵌这小颗蓝宝石，但也要10几万的价格。我爸正想要报警，哥哥的电话却打了过来，接起电话，传来哥哥忐忑的声音，爸，晴晴说一不小心把隐隐的项链带走了，她也挺喜欢的，不知道隐隐能不能送给她。他都觉得好笑，他不是不小心带走的，是故意的吧？而且带走了就要送给他，是不会还回来的吧？我爸正想拒绝时，我妈拦住了他，接过电话温和地说，阿言，你女朋友喜欢这条项链，妈妈代替妹妹就送给她了，但是作为哥哥，你不能要妹妹的东西，明天你带妹妹重新去买一条吧。我哥惊喜的连声道谢，他也知道这条项链对于我的意义，放在平时他肯定不会这样问，只是现在项链在谢晴手里，他不得已的提出这个请求。我瞪大眼睛，十分不理解，这还是我那个精明的妈妈吗？难不成我妈妈真的看上谢晴，希望她做自己的儿媳妇，不然怎么同意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她，远比我准备送的包包贵重。
我不开心的嘟起了嘴，有些难过。妈妈，你明明知道谢晴不是真心喜欢我哥的，为什么还要把我的项链送给他？妈妈一把揉住我，安慰的说道，乖女儿，你明天就知道了。第二天，我们相约在市里最大的奢侈品商场，哥哥带着谢晴一起过来了。谢晴望着商场各种奢侈品店，眼冒金星，哥哥则一脸歉意的看着我，开口道，隐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拿了你那条项链，为父大方的样子，摆了摆手，凑到更高。哥哥身边挽着他，用甜甜的声音撒娇道，没关系啊，谢晴拿走了那条，反正也不值钱，哥哥给我买条贵的就好了。哥哥刮了刮我的鼻子，宠溺的说道，知道啦，给你买，精明鬼。我满意的笑了笑，在没人看见的地方，朝谢晴递了一个挑衅的眼神，瞬间，谢晴脸上温柔的表情有了一丝裂缝，他一把抓住我哥，阿言，都是两兄妹，你怎么还要陪他一个贵的呢？你还不如……这时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没继续说什么，你去挑一挑，帮他参考参考。我妈微笑着点点头，我心里还疑惑，谢晴怎么听到这话还忍得住？难道转性了？有点担心的望向我妈，我强忍恶心的忍受着。谢晴挽着我的手，带着她进了我和我妈常来的一家珠宝店。我在店里挑挑拣拣，在谢晴火热的眼神下，一直选不到心仪的项链。这时，我的销售凑了过来，给我和谢晴一人一杯香槟，笑着说：“陈小姐，一直没有选到喜欢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用余光观察了一下谢晴嫉恨的表情，在心中轻笑一声。销售凑近了，用我和谢晴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刚刚总结婚，不来了一批新的珠宝，陈小姐跟我去 VIP 视频看看呗。”谢晴惊呼出声，连忙扯着我要去看。果然 VIP 视频的珠宝就是不一样。谢晴看着琳琅满目的珠宝，爱不释手，一会试试这个，一会试试那个，看到高昂的价格都是过10万的，连忙啧舌的放下，却掩盖不住她贪婪的眼神。这是我饶有兴致地盯上一款同样是蓝宝石的项链，只不过不同于我之前的小颗镶嵌，这款是一大颗蓝宝石，加上周围的碎钻，十分耀眼。谢晴震惊的看着我销售把那条项链包起来，连忙拉住销售询问这款项链的解释。什么？这款要15万？听到项链的价格，看着我哥疲肩的去刷了卡，谢晴转了转眼珠子，眼神又落到我身上，他凑了过来，亲密的挽着我的手，莹莹，我知道那条项链是你18岁的生日礼物，对你肯定有不同的意义，不然我把那条项链还给你，你把这条送给我吧，你那条虽然便宜，但是对你肯定有特殊意义的，你也不用跟你哥说，我们私下换一下就好了。说着，就从包里拿出那条蓝宝石项链，一把塞到我手里，我心疼的看着缠在一起的项链，犹犹豫豫的收下，假装没有看见。谢晴最近，我一眼一看着我只好耸耸肩，举起他还给我的项链。我哥脸上有一丝恼怒一闪而过，我按笑令声，看来我哥才发现谢晴的奇葩一面呀。接着我们3个去另外一家奢侈品店找我妈和我爸。隐隐，快过来，试试我给你挑的这几套衣服。我连忙跑过去，打量着销售手里精美的裙子，朝着妈妈撒娇，不愧是我妈妈，这什么眼光就是好，那我就去试试了。我进去换了一套长裙，出来后大家都在称赞很适合我。谢晴，我们走到我身边，一脸为难的说道，这条裙子是好看，可细长裙适合高个子的，你身高不高，穿上很压身高的。我没理他，进去又换了一身短裙，在大家都在美声中，谢晴又开了口，莹莹，其实你有点胖，这条裙子把你的腰显得粗了些。说完，她好像意识到什么一样，连忙捂住嘴，阿姨，莹莹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扫你们的心，只是觉得这2条裙子不适合莹莹，有点暴露缺陷。我妈带着笑容摇摇头，你喜欢哪件？这是吧？谢晴惊喜的印象，挑了好几件进去时，最后穿了一条裙子，一直问我哥好不好看，连换下来都不愿意。这时候我爸开了口，让我哥去地下停车场把车开上来，我哥只能答应先离开了。谢晴又去问我妈，阿姨，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不好看？颜色是不是很衬我？我妈满脸赞赏，配合地点了点头，你穿的真好看，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，喜欢什么就买吧。一旁的销售连忙拍马屁，这可是明星同款，这位小姐穿起来比明星都好看。谢晴笑出了花，只顾着在镜子前拍照。我妈他大手一挥，买单都包起来。谢晴高兴坏了，打着声音连忙道谢，谢谢阿姨，您真好，我和阿言以后一定孝顺您。随后又一直气死的吩咐销售把他的旧衣服包起来，他直接穿新衣服走。我笑而不语，拿着我妈买单的衣服，挽着我妈走出店。谢晴拿着包装好的旧衣服，大摇大摆的准备走出来时，却突然被销售拦住，小姐，您身上这件裙子还没有买单，您看是不是跟我们去柜台结一下？谢晴一脸震惊，阿姨，我这裙子……我妈转过身来，一脸无辜，怎么了？谢晴，是不是阿姨没跟你说清楚？你喜欢的话就自己买啊。我看着谢晴扭曲的表情，怨恨的眼神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我哥下去开车去了，这条裙子少说也得几万，我看他怎么买单。最后，谢晴迫不得已的把裙子换下来，脸色苍白的走出来。连上车之前，我妈拉着谢晴的手，温柔的说道，我支持你跟艾言交往，如果你想要跟艾言结婚的话，王二话不说就给你们拿户口本，只不过家里的房子、车子都是隐隐的，就靠你们小2口自己奋斗了。我们家比较重女轻男，还需要你理解。不愧是我妈，温柔一刀，杀得谢晴猝不及防。我也无视谢晴怨毒的眼神，转身上了我爸的车。中秋假期后回到学校，谢晴时不时就来，在我身边以准嫂子的身份自居。没几天，几乎全校都知道了，我们搬出了一对姑嫂，可把我的心坏了。连这几天我都收到我哥的信息，里面写着叫我去跟爸妈说，给他一套婚房、婚车，还有100万的彩礼。有些信息
也叫我去跟爸妈讲讲谢晴的好话，说自己此生非他不娶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按道理，我哥是不会跟我说这些的，而且每次我回复或者打电话时，我哥都不接。我将这件事情跟我爸妈讲了，我爸妈也疑惑地说，这几天也收到我哥前言不搭后语的消息，留指责他们不给他彩礼和房子，重语轻男。可是临面中秋，后来那天哥哥自己都同意了，靠自己和谢晴结婚。我哥一直是一个很孝顺的人，物欲也很低，连衣服都不怎么买，他更不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消息，因此我们心里都十分奇怪。我心里隐隐有个猜想，为了验证，我打了辆车直接去哥哥公司找他。我远远看见下了班的哥哥，连忙朝他挥挥手，哥哥看见了，满脸笑容的朝我走来。我把哥哥拉进来他公司隔壁的咖啡厅，哥哥笑着问我，隐隐，今天忽然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打开手机，把和他的聊天界面展示出来，哥哥满脸疑惑的拿过去看，大惊失色，这不是我发的，我怎么会发这些东西？什么时候发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哥哥，我连忙将自己的聊天界面给我看，果然他的聊天界面干干净净的，也没有我发过去的回复。我按下心中的怒火，谢晴为了嫁给我哥，真的不择手段，竟然还敢挑拨我们之间的亲情关系。我看着我哥，温声说道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不是你发的，那是谁发的？爸妈也收到这样的短信，只问他们为什么不给你分财产，说他们不配当父母。哥哥满脸自责，不是他发的消息，自然发消息的只有谢晴了。我实在忍不住，便把谢晴在宿舍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的告诉哥哥，哥，你信我，谢晴不是你想的那样子，他不可能指头。一开始他就是冲着你家的财产，看中了就是爸妈的钱的。哥哥的眼眶渐渐的红花，我有些不忍心。他沉思了很久，下定决心的说，莹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要家里一分钱，如果谢晴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会靠自己的努力给她幸福的，毕竟我们之间还有感情，我相信他会选择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如果谢晴不接受一无所有的我，那么我会跟他分手，不会给他伤害你们的机会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我哥哥的真心终究是要被辜负的。但是我没想到是这么快，突然有一天，谢晴的推开宿舍门，冲进宿舍里，我皱着眉抬头看他，他一把就把当天换的蓝宝石项链扔在我桌上，发出很大的声响，陈茵茵，你竟然拿假货忽悠我，这根本不是蓝宝石，就是一块人造水晶，连钻石都是假的，这根本不值钱，你就这样骗你以后的嫂子。他大声吼道，原本清理的脸都变得扭曲可怕，声音整栋宿舍楼都听得见。我抬起头来轻笑的，本来就是首饰，戴着好看就行了，而且也没有人跟你讲它是真的呀。谢晴一时语塞，确实当天他只问了价格，不过这确实是我妈的计策，那家珠宝店本就是我妈闺蜜的，联合一个销售把便宜的人造水晶说的昂贵一点，这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这样竟能把我的项链换回来，同时也把我哥的存款刷掉，免得我哥真的被他忽悠了。谢晴看了看围在宿舍门口的同学们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莹莹，求求你同意我和你哥吧，你哥是不会跟你争家产的，你也不要把我往死里逼，把你哥的积蓄都骗干净了，还要赶我们出门，自古都是有儿子继承家业的，你不能这么自私啊。说这便在宿舍里面嚎啕大哭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他竟然敢在学校里这么说。我大声呵斥道，你不要胡说，谁不同意你和我哥了，你愿意跟他解释，你跟他结婚马上就能结，你惦记着我家的财产干嘛？谢晴哭得抽抽搭搭，跪着挪过来抱着我的腿，要不是你给你妈灌了迷魂汤，哪个有钱人不给儿子出房子车子和彩礼钱，你哥本来积蓄就不多，你买条假项链还都把他积蓄刷走了，你就是怕你哥结婚后家里没有你的位置，我向你发誓，我不会跟你抢你哥的，我一定和你哥一起好好对你。眼看围在宿舍门口的同学越来越多，我一边挣扎着想甩开他抱着我的大腿，一边大声讲道，放开我，你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事，你还冒充我哥去找我爸妈要财产，你做这些事情不心虚吗？谢晴去抱越紧，长指甲都刺到我的大腿肉里了，我吃痛，条件反射的踢了一脚，却正中他的小腹，谢晴还抱着不放，我们俩人还在纠缠的时候，舍友刘淼却突然惊呼一声，颤颤抖抖的指着谢晴，谢晴，你流血了。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只见谢晴下身有一滩血，逐渐蔓延开来，该不会，我连忙朝着刘淼大喊，快打120，谢晴尖叫一声，脸上却有慌张，一闪而过，我也来不及细想，救护车呼啸而来，接走了谢晴，我连忙一起跟着上了救护车，一边跟我妈打电话，讲了事情的经过，妈妈在电话里安抚着我，别怕，我和你爸，你哥马上赶到医院。谢晴被送进手术室时，我们全家都聚在了手术室外面，焦急的等待着，医生出来了告诉我们，谢晴怀孕了，但是没什么大碍，孩子保住了。我哥一脸懵，医生说孩子已经2个月了，但是我哥在我妈的教导下，一直不认同婚前的性行为，谢晴却已经怀孕了，在我妈认真严肃的逼问下，我哥再三保证，真的没有跟谢晴有过超过接吻的行为，我妈才放下心来。得到我哥的确切回答后，我悄悄的打通了一个电话，谢晴醒来后，他的弟弟也赶来了医院，我哥望着他人高马大的弟弟，又懵了。谢晴一直跟他讲他没有兄弟姐妹，是独生女，我暗暗发笑，你以为谢晴真的是一朵小白花吗？我的傻哥哥，他第一把揪住我哥的衣领，大声吼道，你竟然把我姐的肚子搞大了，你必须负责。我哥哪里见过这个阵仗，解释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解释，我安抚好爸妈，转身就把一大照片摔在谢晴弟弟身上，照片里正是谢晴在夜总会里坚持的画面，尤其有几张显示了他跟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走向酒店的画面。我敲了2郎腿，看着谢晴和他弟弟震惊的表情，在知道谢晴是我哥女朋友之后，我发现谢晴的行踪更加不对劲，有好几天明明我哥在外地出差，谢晴却夜不归宿，
我不由得有些怀疑，便找了私家侦探，偷偷的跟着我。他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和他肚子里孩子的亲爹。谢晴连忙大声解释，阿言，你不要相信他，这些照片都是 P 的，都是假的，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哥红着眼眶质问他，都是假的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从来没有碰过你。谢晴眼珠子一转，大声说道，你放屁，那天你喝醉了，你就……我一脸震惊的望着谢晴，这也可以强行给孩子找爹呀？他是不知道能做羊水检查吗？谢晴弟弟听了这话更加来劲，直接给我哥一拳，你敢不承认？我哥的脸脏得通红，我喝醉了，但是我有记忆，我就是没有碰你。你放屁！你穿上衣服不认人，你这个渣男！谢晴像泼妇一样披头散发的吼道，甚至挣扎着想要下床。你不负责任，自己孩子都不认。正当我想要提出干脆做亲子鉴定的时候，余光看见了走来的身影，选择了闭嘴。正当谢晴疯了一样的说孩子是我哥的时候，照片上的油腻男子出现在门口，喜气洋洋的冲进来，给了谢晴一耳光。也许是男子脸上的笑意和他打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反差，整个病房都安静了片刻。油腻大叔转过身去，面露凶光，再给了谢晴一耳光，勾引老子，怀了老子的种，还敢让老子儿子叫别人爸爸。谢晴捂着脸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，刚刚的泼废样子荡然无存。果然恶人还得恶人磨。我站起身来，把护士手中的检查报告递了过去。王先生，他的胎儿是将近2个月，您看看时间，也可以等月份大了，做检查确定下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不妨碍谢小姐养胎了。王先生满脸横肉的朝我笑了笑，多亏你了，不然这娘们不知道找谁当我儿子的爹呢。我摆摆手，带着我的傻哥哥和目瞪口呆的父母走了出去。在医院走廊上遇到了一个丰满的贵妇，迎面走来，我停下了脚步，目送着贵妇走进了谢晴的病房，里面瞬间传出来了谢晴的尖叫声。我叹了口气，因为资料中的王先生已婚，老婆也是厉害的角色，这下有谢晴好受的了。终于我哥这个恋爱脑也看清了谢晴，没几天谈个新女友，是个本分人家，谈了1年多就结婚了，婚后就有了宝宝，一家3口很是幸福。而我大学毕业后，拿着爸妈给的启动资金开始了创业，打拼多年，成功创立了属于我的商业帝国。全文完。